上元灯会，小将军与辛辣的扬州瘦马共舞，舞至情浓时，只听撕啦一声，瘦马露出大片雪白肌肤，以及胸口那一抹鲜红的朱砂痣，满座哗然，众人皆知我及笄时，小将军也曾亲手为我点上一枚。小将军不仅不怒，反而揽着他，目光轻佻地看向我。婉宁莫怪，玉笛昨夜非要本将替他点上与你一样的印记，说是这样才有闺房之趣。玉笛娇滴滴地依偎着他，姐姐若是介意，今晚便让将军去您房里。左右将军说，这朱砂痣点在妾身这里，比在姐姐身上要诱人100倍呢。我看着他们交叠的衣袖，沉默片刻，转身吩咐丫鬟给镇北王回信，就说圣上的赐婚我应了。谢兰舟先是一愣，随即嗤笑：江婉宁，你现在为了引起本将的注意，连这种弥天大谎都敢撒了。镇北王段征南，那是死人堆里爬出来的。他连皇室最受宠的公主都拒了，会求娶你这个古板无趣的木头？周围的宾客立刻发出压抑的哄笑声。玉笛捂着嘴，娇滴滴的笑倒在谢兰舟怀里。将军快别说姐姐了，姐姐也是被玉笛气急了，才口不择言的。他眼波流转，故意挺了挺胸膛，让那颗朱砂痣更加显眼。只是这镇北王的名讳，岂是能随便拿来做戏的？若是传到那位煞神耳朵里，怕是会给侯主惹来灭顶之灾呢。姐姐就算不顾自己，也该顾及侯爷和夫人啊。我转过身，不想再与他们多费口舌。站住！谢兰舟大步上前，一把拽住我。你闹够了没有？本将不过是宠幸了一个瘦马，你就要死要活的搬出镇北王来压我。江婉宁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善妒又虚荣？我用力挣脱他的手，揉了揉泛红的手腕。谢将军，请自重，你我尚未完婚，男女授受不亲。谢兰舟像是听到什么天大的笑话。尚未完婚，全京城谁人不知？你江婉宁只能是我谢兰舟的妻。玉笛扭着水蛇腰走过来，亲昵地挽住谢兰舟的另一只胳膊。姐姐，您就别跟将军置气了。玉笛知道自己出身卑微，不敢跟姐姐争宠，只要姐姐容得下玉笛，玉笛愿意每日给姐姐端茶倒水。将军心疼玉笛，才赐了这朱砂痣。姐姐若是实在看不过眼，玉笛这就把它剜了去。说着，他竟真的拔出头上的金簪，作势要往胸口扎。谢兰舟眼疾手快地夺下金簪，心疼地将他搂进怀里。你疯了！本将赐你的东西，谁敢让你剜？他转头怒视着我。江婉宁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简直像个市井泼妇。玉笛处处退让，你却步步紧逼。你这般恶毒，哪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模样？我看着这场拙劣的戏码，他自己要汪，与我何干？谢兰舟，你若是眼瞎，我不介意出钱给你请个好大夫。谢兰舟被我噎得脸色铁青，随即从腰间扯下一块玉佩扔了出去。那是当年他出征前，我跪在护国寺的青石阶上一接一叩首，亲手求来送给他的平安符。既然你这么不识抬举，这东西本将也不稀罕带了。我转身朝外走去，碎了也挺好，就当是我与7年前的少年郎道别。我刚进门就感觉到府里的气氛有些不对劲，下人们看我的眼神躲躲闪闪，透着几分古怪的怜悯。管家迎上来，神色尴尬地搓了搓手。大小姐，侯爷和夫人正在正厅等您。我微微颔首，刚跨进门槛，就听到母亲带着几分讨好的笑声传出来。谢将军能看中我们婉宁，那是他的福气。男人嘛，逢场作戏也是常有的事。我脚步一顿，抬眼看去，谢兰舟竟然比我先一步到了侯府，玉笛则乖巧地站在他身后。父亲坐在主位上，连连点头。兰舟啊，婉宁自幼被我们娇惯坏了，脾气有些倔，你多担待些，等她过了门，自然就懂事了。我听着这些话，只觉得一股寒意从脚底直窜心头。谢兰舟得意地看着我，冷笑道：江婉宁，你不是挺有骨气的吗？怎么这么快就灰溜溜的回来了？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去镇北王府自荐枕席呢。母亲脸色一变，急忙站起身拉住我的胳膊。婉宁，你胡闹什么？什么镇北王府？快向谢将军道歉！你这丫头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？我扶开母亲的手，目光直视谢兰舟。你来做什么？谢兰舟从袖中掏出一份文书，拍在桌子上。这是玉笛的平妻文书，本将已经决定了，下个月初8迎娶玉笛进门。至于你，等玉笛进门后，再挑个日子抬进去吧。空气瞬间安静，父亲的脸色有些挂不住了。兰舟啊，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婉宁毕竟是侯府嫡。谢兰舟冷哼一声：侯爷，
我谢兰州如今手握重兵，连陛下都要给我几分薄面。我肯娶江婉宁，已经是给足了你们侯府面子。若是你们不愿意，这婚约作废也罢。父亲吓得浑身一哆嗦，连连摆手。不，兰州息怒，一切好商量。他转头严厉地警告我：婉宁，还不快点头答应？难道你想毁了我们侯府吗？我看着眼前这个懦弱自私的男人，突然觉得很可笑。父亲避开我的视线，语气有些心虚：平妻也是妻，你以后还是正室，有什么好计较的？玉笛适时地走上前，跪在我面前：姐姐，千错万错都是玉笛的错，玉笛不求名分，只求能留在将军身边伺候。若是姐姐实在容不下玉笛，玉笛这就去死！他说着就朝一旁的柱子撞去。谢兰舟一把抱住他，心疼的眼睛都红了。玉笛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他猛地转头，恶狠狠地盯着我。江婉宁，你若是再敢逼迫玉笛，本将绝不放过你。我看着他们深情款款的样子，只觉得恶心至极。戏演完了吗？演完了就滚出我家！江婉宁，你这个毒妇！他猛地冲过来，我来不及闪躲，一个耳光重重地落在我的脸上，我的耳朵嗡嗡作响，口腔里瞬间弥漫血腥味。这一巴掌是替玉笛打的。谢兰舟居高临下地指着我：你不仅善妒，还心思歹毒，连个弱女子都容不下。既然你这么想做正事，好，本将成全你。他转头看向门外：来人，去把退婚书拿来。父亲吓得魂飞魄散，扑通一声跪在谢兰舟面前：将军息怒，将军息怒啊！婉宁她知道错了，您千万不能退婚啊！谢兰舟冷笑着看着我：江婉宁，只要你现在跪下来，给玉笛磕3个响头，本将就可以考虑收回退婚的决定。我擦去嘴角的血迹，缓缓从地上站起来，脸上的耻辱让我的头脑前所未有的清醒。不用你写退婚书。我从袖中掏出一只贴身收藏的婚书，当着所有人的面撕得粉碎。谢兰舟，这婚是我江婉宁退的。3日后，太后在御花园举办赏花宴，京中5品以上的官员家眷皆在受邀之列。我本不想去，但太后特意派了身边的嬷嬷来传话，点名要见我。我心里清楚，这其中必有谢兰舟的手笔。刚踏入御花园，周遭的议论声便如潮水般涌来。快看，那就是江婉宁。听说她善妒成性，不仅把谢将军的新宠破了相，还被谢将军当众退了婚呢。真是丢尽了侯府的脸面，我看她以后还怎么在京城立足。我目不斜视，径直走到属于我的位置坐下时，太监尖细的嗓音响起：谢将军到！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。谢兰舟一身暗红蟒袍，意气风发地走来，而他的身边竟然堂而皇之地跟着玉笛，一个青楼出身的瘦马，竟然敢出席太后的赏花宴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。玉笛穿着一身极其艳丽的正红色华服，头上插满了金步摇，活像个暴发户。谢兰舟牵着他的手，径直走到我面前，突然提高音量：本将今日带玉笛来，就是想让大家做个见证。下个月初8，本将将以平妻之礼迎娶玉笛进门。至于江婉宁，他故意拖长了尾音，念在两家旧交的份上，本将可以给你一个妾室的位置。哼，若是你乖乖伺候玉笛，本将或许还能多去你房里几回。四周顿时响起一阵压抑的哄笑声。堂堂侯府嫡女，竟然要给一个瘦马做妾，这简直是奇耻大辱。玉笛娇羞地靠在谢兰舟肩上，假惺惺地开口：将军快别这么说，姐姐毕竟是侯门千金，怎么能给玉笛做妾呢？不如让姐姐做个洗脚丫鬟吧，这样玉笛也能天天看到姐姐了。哄笑声更大了。我端起桌上的茶盏，轻轻抿了一口。谢将军，你是不是有健忘症？我记得3日前我已经当着你的面撕了婚书，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在这里对我大呼小叫？谢兰舟脸色一僵，随即冷笑：江婉宁，你还在玩欲擒故纵的把戏？你以为撕了婚书就能引起本将的注意？本将告诉你，今天你就算跪下来求我，这个妾你也做定了。他猛地一挥手：来人，把这不识抬举的女人给我按住，让她给玉笛磕头敬茶。婆子立刻上前，我眼神一厉，抓起茶水直接泼向那2个婆子。婆子惨叫着捂住脸退下。谢兰舟，你敢在太后的宴席上动粗？谢兰舟被我的举动激怒了，彻底撕破了脸皮。太后又如何？本将手握重兵，谁敢管本将的家事？今日你不磕这个头，就休想活着走出去。就在他准备亲自上手抓我的时候，一道低沉冷冽的声音突然在众人身后炸响：哦，
本王倒要看看，谁敢动本王的未婚妻。所有人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，僵硬的转过头。只见御花园的入口处，不知何时出现了一对黑甲卫，他们煞气冲天，硬生生将满园的春色压得暗淡无光。而在黑甲卫的簇拥下，一个身穿玄色蟒袍的男人正缓步走来。他剑眉星目，轮廓深邃，眉眼间带着令人胆寒的杀伐之气。镇北王段征明。段征明每走一步，周围的空气似乎就下降了1度。那些刚才还在嘲笑我的贵女们，此刻全都吓得低下了头，连大气都不敢喘。谢兰舟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，她下意识地将玉笛挡在身后，强撑着气势拱了拱手。镇北王殿下，您怎么来了？这里是太后的赏花宴，您带兵闯入，恐怕不合规矩。段征明连一个眼神都没分给他，他径直越过谢兰舟，走到我面前，那双犹如寒潭般深邃的眼眸，在触及到我时，瞬间化作了无尽的温柔。宁儿，本王来迟了。他微微轻身，极其自然地执起我的手，全场哗然，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幕。活阎王段征明竟然会对一个女人如此温柔。谢兰舟如遭雷击，整个人僵在原地。镇北王，您刚才叫她什么？未婚妻？谢兰舟的声音都在发抖。这不可能！她明明是我谢兰舟的未婚妻。段征明终于施舍般的转过头，冷冷地瞥了他一眼。你的未婚妻？本王怎么听说3日前江大小姐就已经撕毁了与你的婚书？一个被退了婚的，也敢在本王面前咿咿狂笑？像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狠狠抽在谢兰舟的脸上。他气得浑身发抖，却又忌惮段征明的权势，不敢发作。王爷，您就算要护着她，也不能信口雌黄。她江婉宁不过是个没人要的弃妇，怎么配得上您？玉笛也仗着胆子附和道：是啊，王爷，您千万别被姐姐骗了。姐姐她心思歹毒，连我这个弱女子都容不下，怎么配做您的王妃？段征明微微眯起眼睛，目光落在玉笛身上，那眼神就像在看一个死人。你算什么东西，也配叫她姐姐？他微微抬手，身后的黑甲卫首领立刻拔出长刀，刀背狠狠拍在玉笛的膝盖上，骨裂的声音清晰可闻。玉笛惨叫一声，重重地跪在地上，疼得满地打滚。谢兰舟大惊失色，想要去扶他，却被黑甲卫的刀架在了脖子上。段征明，你敢当众行凶！谢兰舟歇斯底里的怒吼。段征明冷笑一声，从怀中掏出一份明黄色的卷轴簿，这是陛下亲笔赐婚的圣旨。江婉宁乃是本王名正言顺的镇北王妃，你辱骂当朝亲王妃，本王就是当场砍了你的脑袋，陛下也只会拍手称快。圣旨一出，全场皆惊，所有人都跪了下来，高呼万岁。谢兰舟死死盯着那份圣旨，双腿一软，瘫倒在地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真的攀上你？段征明没有理会他的崩溃，他转身看向我，单膝跪地。这个举动再次让全场倒吸一口凉气。堂堂镇北王竟然当众向一个女人下跪。他从袖中取出一个精致的紫檀木盒，缓缓打开，里面是一枚晶莹剔透的血玉玉佩，雕刻着展翅的凤凰。宁儿，这是本王生母留下的遗物。今日，本王以这枚血玉为聘，以镇北王府的全部身家为礼，求娶江婉宁为妻，一生一世，绝不负你。我看着他深情的眼眸，眼眶微微发热，我伸出手接过了那枚血玉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赏花宴的闹剧以谢兰舟颜面尽失，玉笛断了腿收场。镇北王下聘的消息如同一阵飓风，瞬间席卷了整个京城。128台聘礼从镇北王府一路排到了侯府门口，10里红妆，羡煞旁人。侯府里，父亲和母亲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他们看着那一箱箱奇珍异宝，眼睛都直了。婉宁啊，为父就知道你是个有福气的。父亲搓着手，笑得脸上的褶子都挤在了一起。镇北王可是当朝第一权臣，你能嫁给他，咱们侯府以后可就飞黄腾达了。母亲也凑上来，亲热地拉着我的手。是啊，婉宁，以前都是母亲糊涂，听信了谢兰舟的谗言。你放心，以后母亲一定好好疼你，给你备一份最丰厚的嫁妆。我冷冷地抽回手，看着他们虚伪的嘴脸。不必了，我的嫁妆我自己会准备。还有，从今日起，我与侯府再无瓜葛。你们若是敢打着镇北王府的旗号在外面招摇撞骗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父亲的笑容僵在脸上。你这是什么话？我可是你亲生父亲。亲生父亲？几天前是谁逼着我给一个青楼女子让位？是谁看着我被打，却连个屁都不敢放？
现在看我得势了，就想来沾光，做梦！我转身回到自己的院子，吩咐春桃闭门谢客。另一边，谢府却是愁云惨淡。谢兰舟在赏花宴上丢了大人，连带着他的威信也在军中大打折扣。玉笛的腿虽然接上了，但落下了残疾，走路一瘸一拐，他再也无法跳出那些勾人的舞蹈。谢兰舟对他的耐心也渐渐耗尽。这天夜里，玉笛趁着谢兰舟喝醉，偷偷溜出了谢府。他竟然异想天开地跑到了镇北王府门口，求见镇北王殿下。他跪在台阶下，刻意露出胸口那抹朱砂痣，摆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段征明正在书房处理军务。王爷，门口有个女子说要求见你，把她带到地牢。是。地牢里阴冷潮湿，玉笛看到段征明走进来，立刻扑上前去。王爷，玉笛知道错了。玉笛其实一直仰慕王爷的威名，是谢兰舟强迫我的。只要王爷肯收留玉笛，玉笛愿意为王爷做任何事。段征明连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只是冷冷地吐出一个字：脏。他身边的侍卫立刻上前，一脚将玉笛踹翻在地。王爷，玉笛还不死心，段征明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你不是喜欢炫耀这颗朱砂痣吗？你不是说长在你身上比长在宁儿身上游人100倍吗？不是的，那都是谢兰舟逼我说的。段征明冷笑一声：来人，把他胸口的朱砂痣取下来，然后派人送到谢府。凄厉的惨叫声在地牢里回荡。第二天清晨，谢兰舟刚醒来，就看到床头放着一个血淋淋的木盒。他打开一看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地摔下床。那是一颗鲜红的朱砂痣。他终于意识到自己招惹了怎样一个恐怖的存在。谢兰舟的噩梦才刚刚开始。早朝上，几位御史联名弹劾谢兰舟，罪名是纵容妾室冲撞皇室，治军不严，贪墨军饷，每一条都带着致命的杀机。谢兰舟跪在大殿上，冷汗浸透了朝服。他抬头看向站在百官之首的段征明，试图从那张冷峻的脸上找到一丝转圜的余地，但段征明只是冷眼旁观，仿佛在看一只蝼蚁。既然如此，便按律处置吧。将他降为五品闲职，闭门思过。从手握重兵的新贵到一无所有的闲人，不过短短几天时间，谢兰舟彻底崩溃了。他冲回谢府，砸烂了书房里所有的东西。玉笛躺在床上，因为伤口感染发起了高烧，嘴里还在痛苦的呻吟。谢兰舟冲过去，闭嘴！狠狠甩了玉笛几个巴掌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？如果不是你非要去挑衅江婉宁，我怎么会失去她？玉笛被打得眼冒金星，吐出一口血水，却也凄厉地笑了起来。谢兰舟，你少把责任推到我身上。当初是你自己嫌弃他无趣，是你自己要在他面前立威。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？离了江婉宁，你连个屁都不是。大雨倾盆下，谢兰舟失魂落魄地走在街头，任由雨水浇透全身。他终于明白自己失去的到底是什么，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拿捏的未婚妻，而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心待他、愿意为他付出一切的人。他跌跌撞撞地来到了镇北王府门前，他双膝一软，重重地跪在了冰冷的石板上。大雨砸在青石板上，溅起半尺高的水花，天地间一片白茫茫的混沌。谢兰舟已经在镇北王府门前跪了整整3个时辰，他身上的锦袍早已被雨水浸透，紧紧贴在身上，勾勒出消瘦的轮廓，头发散乱地贴在额前，混着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。往日里意气风发的小将军，此刻狼狈得像条丧家之犬。婉宁，我错了，求求你见我一面。嘶哑的声音被雨声吞没，一遍又一遍，带着绝望的哀求。王府的朱漆大门始终紧闭，连个出来传话的下人都没有，只有门口2尊石狮子沉默地看着这场可笑的忏悔。府内暖阁里，我正捧着一杯热茶，听春桃禀报外面的动静，指尖划过温热的杯壁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。小姐，他还在跪呢，雨这么大，再跪下去怕是要出人命了。要不，奴婢出去让他走吧。他要跪就让他跪。当年他把我的真心踩在脚下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话音刚落，门外传来管家急促的脚步声。王妃、侯府侯爷和夫人来了，说有要事求见。我挑了挑眉，果然来了。不多时，父亲和母亲便被领了进来，一进门就直奔我面前。婉宁，你快去看看兰舟吧，他都在外面跪了1天了，再这样下去会冻死的。父亲也跟着劝。是啊，婉宁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们毕竟有7年的感情，他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他这一次吧。我抽回手，冷冷地看着他们。7年的感情，早在他为了一个瘦马打我耳光，逼我给他磕头的时候，就已经断干净了。可他是真心悔过呀，他说了，
只要你肯原谅他，他马上把那个玉笛赶出去，八抬大轿娶你过门。我嗤笑一声，八抬大轿，我现在是镇北王妃，将来要做的是镇北王的凤年。他谢兰州的八抬大轿，我还不稀罕。父亲脸色一沉，江婉宁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？谢家和我们侯府是世交，你就不怕落个忘恩负义的名声吗？我站起身，目光锐利地看向他。忘恩负义，当年他落魄的时候，是侯府倾全力提携他。他上战场，是我跪在佛前3天3夜求平安符。他被围困，是我变卖首饰筹粮草。我们江家欠他什么？我江婉宁欠他什么？我顿了顿，语气更冷。反倒是你们，在我被他羞辱的时候，你们逼着我忍气吞声；在我撕毁婚书的时候，你们跪着求他不要退婚。现在他落魄了，你们又来逼我原谅他。你们到底是我的父母，还是他谢兰州的父母？两人被我说得哑口无言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。就在这时，一道低沉的声音从门口传来：本王的王妃何时需要别人来教她做事了？段征明一身玄色长服，大步走了进来，他身上带着淡淡的雪松冷香，走到我身边，自然地将我揽入怀中，目光冰冷地扫向侯府夫妇。镇北王殿下，父亲和母亲连忙行礼，语气里满是敬畏。本王不管你们和谢家有什么交情，从今日起，谁再敢为谢兰州求情，就是与镇北王府为敌。还有，他看向我，眼神瞬间柔和下来。宁儿说与侯府再无瓜葛，那便是真的再无瓜葛。以后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不准你们再踏入王府一步。父亲和母亲脸色煞白，不敢再多说一个字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段征明低头，用指腹轻轻擦去我脸颊上不知何时落下的一滴泪。别为不相干的人生气，不值得。我靠在他怀里，摇了摇头。我没有生气，只是觉得解脱了。他收紧手臂，将我抱得更紧。走，我们出去，把话说清楚，让他彻底死心。王府大门缓缓打开，我穿着一身火红的狐裘，在段征明的搀扶下走了出来。冰冷的雨水打在脸上，却丝毫感觉不到冷，因为身边的人用他的体温为我隔绝了所有的寒意。谢兰州看到我，眼中瞬间爆发出狂喜的光芒，他手脚并用地爬过来，想要抓住我的裙摆，却被段征明身边的黑甲卫用刀鞘挡住。婉宁，你终于肯见我了！他激动得浑身发抖。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对不起你了。我微微后退一步，避开了他伸过来的脏手。谢兰州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说一句错了，我就必须原谅你？你凭什么以为我江婉宁会站在原地，等你玩够了再回头？谢兰州僵在原地，脸上的狂喜一点点褪去，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置信。婉宁，我们7年的感情啊，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7年？我轻笑出声，眼中却毫无温度。是啊，7年，我用7年的时间看清了一个人的真面目。7年前，你跪在我父亲面前，说会一辈子对我好。7年后，你当着全京城的面说我不如一个扬州少马游人。你纵容他羞辱我，你为了他打我，你甚至要贬我为妾。谢兰州，你把我的真心踩在脚下践踏的时候，想过我们7年的感情吗？我每说一句，谢兰州的头就低下一分，身体颤抖得越发厉害。是我瞎了眼，是我被猪油蒙了心。他痛哭流涕，疯狂地磕头，额头撞在青石板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婉宁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发誓，以后我只对你一个人好，我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。晚了，有些东西碎了就是碎了，再也拼不回来了。就像当年我送给你的那枚平安符，你扔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碎了。段征明将我往身后拉了拉，居高临下的看着谢兰州。谢兰州，本王留你一条命，就是要让你亲眼看看你是怎么失去一切的。你不是喜欢散布谣言，说宁儿是为了权势才抛弃你，那本王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权势。他抬手，身后的黑甲卫立刻上前。传本王令，即日起查封谢家所有产业，彻查谢兰州任内所有贪墨案件，凡是与谢家有牵连的官员，一律停职查办，
谢兰舟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他猛地抬起头，眼中满是恐惧。段正明，你不能这么做，那是我谢家几代人的心血。不能。本王想做的事，还没有做不到的。你当初怎么欺负宁儿的，本王会千倍百倍的还给你。把他拖走。黑甲卫上前，拽着谢兰舟的胳膊就往巷子深处拖去。谢兰舟拼命挣扎，绝望地向我伸出手：“救我！婉宁！”他的声音渐渐远去，最终消失在雨幕中。我看着他消失的方向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段征明转过身，将我打横抱起。好了，都结束了，我们回府试试你的嫁衣。回到府中，暖炉烧得正旺，丫鬟们捧来早已备好的嫁衣，大红的锦缎上绣着百鸟朝凤的图案，金线在烛光下闪闪发光，美得让人移不开眼。段征明站在一旁，看着我穿上嫁衣，眼神温柔的能滴出水来。宁儿，你真美。他走上前，拿起眉笔，小心翼翼地为我描眉，温热的呼吸洒在我的脸上，带着淡淡的酒气。等大婚那天，我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，你江婉宁是我段周明唯一的妻子。大婚的日子一天天临近，镇北王府上下都忙得热火朝天。128台聘礼早已摆满了侯府的前院，从金银珠宝到绫罗绸缎，从奇珍异宝到良田契约，应有尽有。京城的百姓们每天都围在侯府门口看热闹，啧啧称奇，都说我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，才能嫁给镇北王这样的人物。而我却在一个午后独自留在了侯府的旧院，这里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。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，还是我及笄那年亲手种下的。如今海棠花开得正盛，粉白的花瓣落了一地，像一场无声的告别。春桃抱着一个木箱走了进来。小姐，你要的东西都找来了。我打开木箱，里面装满了我和谢兰舟有关的旧物，有他第一次送我的木簪，有他出征前写给我的家书，还有那枚他扔在地上我偷偷捡回来的半截平安符。指尖抚过这些东西，心里没有一丝留恋，只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。都烧了吧？春桃愣了一下。小姐，这些都烧了吗？这枚平安符，您当年可是……烧了，留着也没用，不过是些没用的念想。春桃不再多说，火苗舔舐着纸张和木头，发出噼啪的响声。那些曾经承载着我少女心事的东西，在火焰中一点点化为灰烬。当那半截平安符被扔进火盆的时候，我仿佛看到了7年前那个跪在护国寺青石阶上的自己，一阶一叩首，额头磕出了血，只为求他平安归来。现在想来，真是傻得可笑。小姐，都烧完了。我看着火盆里的灰烬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世上再无那个满心都是谢兰舟的江婉宁了。就在这时，让我进去！我要江婉宁！是玉笛的声音，她怎么来了？我冷笑一声，大概是走投无路了，想来求我吧。我起身走到院门口，只见玉笛正被侯府的下人拦在外面，她的腿还没有好利索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身上穿着破旧的衣服，脸上满是憔悴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娇媚。看到我，她眼睛一亮，挣脱开下人，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。姐姐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！我居高临下的看着她。救你？我为什么要救你？我为什么要救你？我知道错了，姐姐，都是谢兰帅逼我的，是他让我调戏你的，是他让我点那颗朱砂痣的，我也是受害者呀。现在他失势了，就把所有的气都撒在我身上，他打我骂我，不给我饭吃。姐姐，求求你发发慈悲，给我一点钱，让我离开这里吧。我看着他这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只觉得无比讽刺。当初你在谢兰收怀里说那颗朱砂痣长在你身上比我游人100倍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当初你让我给你做洗脚丫头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玉笛脸色一白，还想再说什么，我却已经不想再听了。春桃，给他1两银子，让他滚，以后不准他再踏进侯府一步。我转身走进院子，关上了门，身后传来玉笛凄厉的咒骂声。我充耳不闻，走到海棠树下，捡起一片飘落的花瓣，前尘旧梦皆已焚尽，从今往后，我只为自己而活。下个月初8，黄道吉日，天还没亮，整个京城就已经醒了过来，街道两旁挂满了红灯笼，到处都洋溢着喜庆的气氛。百姓们早早的就等在街道两旁，想要一睹镇北王大婚的盛况。侯府里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我坐在梳妆台前，任由丫鬟们为我梳妆打扮，描眉、点唇，戴上沉重的凤冠，披上华丽的霞帔。铜镜里的女子眉眼如画，容光焕发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阴郁和憔悴。春桃看着铜镜里的我，您今天真好看，眼眶微微发红。奴婢就知道您一定会有这么一天的。我握住她的手。是啊，苦尽甘来了，
及时一到，外面传来了震天的锣鼓声和鞭炮声，管家匆匆跑进来禀报：迎亲的队伍来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站起身，春桃扶着我，一步步走出房门。院子里，段征明一身大红喜服，正站在海棠树下等我。他平日里总是一身玄色，今日换上喜服，更显得英气逼人，眉眼间的杀伐之气也淡了许多，只剩下温柔的笑意。宁儿，我来接你了。我将手放在他的掌心，被他牵着走出了侯府。门外8台大轿早已备好，轿身用大红的绸缎包裹，上面绣着栩栩如生的凤凰，四周挂着金色的流苏，华丽无比。段征明亲自将我扶上花轿，在轿帘放下的那一刻，别怕，有我在。花轿缓缓抬起，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，锣鼓喧天，鞭炮齐鸣。128台织女走在最前面，后面是吹吹打打的乐队，在后面是骑着高头大马的段征明，最后是镇北王府的黑甲卫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威风凛凛。队伍从侯府出发，沿着朱雀大街一路前行，十里红妆绵延不绝，所到之处，百姓们纷纷欢呼喝彩，掌声雷动。我坐在花轿里，听着外面的喧闹声，心里是从未有过的安定。花轿行至半路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骚动，让开！都给我让开！万宁，万宁，你等等我！是谢兰舟的声音。我悄悄掀起轿帘的一角，往外看去，只见谢兰舟正疯了一样的往花轿这边冲，眼神疯狂而绝望。拦住他！别让他冲撞了王妃的花轿！维持秩序的官兵立刻上前，将他团团围住。谢兰舟拼命挣扎，却根本不是官兵的对手。一个官兵毫不客气地用刀鞘狠狠砸在他的胸口，他重重地摔在地上。万宁，那本该是我的新娘，是我的。这不是那个谢将军吗？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活该！为了个青楼女子抛弃侯府千金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？真是自作自受，死了都。谢兰舟蜷缩在地上，捂着头，任由别人的唾沫星子淹没自己。他的目光死死盯着花轿，眼泪混合着泥水，糊了满脸。我平静地放下轿帘，隔绝了外面的一切。从此以后，他的生死荣辱与我再无半点干系。花轿稳稳地停在镇北王府门前，段征明翻身下马，走到轿前，亲自掀开轿帘，将我扶了下来。他牵着我的手，跨过火盆，走过红毯，走进了王府。大堂里宾客满座，都是朝中的达官显贵。在满堂宾客的见证下，我们拜了天地，拜了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随着司仪的一声高唱，李成送入洞房。我被簇拥着送进了新房。红烛摇曳，满室生香。我坐在喜床上，听着外面的喧闹声渐渐远去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，手指不自觉地绞着衣角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门被轻轻推开，段征明带着一身酒气走了进来。他的脸颊微微泛红，眼神却格外明亮，直直地看着我，仿佛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个人。他走到我面前，宁儿，你真美。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，眼底翻涌着浓烈的情愫。我微微红了脸，轻声唤道：王爷。他在床边坐下，将我揽入怀中。还叫王爷，该改口叫夫君了。我靠在他的胸膛上，听着他稳健的心跳，小声地叫了一句：“夫君。”段征明低低地笑了起来，胸腔微微震动。他拿起桌上的交杯酒，递给我一杯。喝了这杯酒，我们就是真正的夫妻了。我们手臂交缠，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。辛辣的酒液滑入喉咙，却在心里泛起一丝甜意。红烛燃尽，夜色温柔。事后，他将我紧紧抱在怀里，下巴抵在我的发顶，手指轻轻抚摸着我的长发。宁儿，你知道吗？我等这一天等了整整5年。我靠在他的胸膛上，有些惊讶地抬起头。5年？段征明点了点头，眼中闪过一丝怀念。5年前，我在漠北身中剧毒，命悬一线。当时我被叛徒暗算，身边的侍卫都死光了。我一个人躲在军营的柴房里，以为自己必死无疑。就在那个时候，你出现了。你跟着谢老将军去军营送药，你没有声张，偷偷给我喂了药，还把自己的干粮和水都留给了我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别人的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我愣住了。5年前，我确实去过一次漠北，当时谢兰舟在战场上受了伤，我放心不下，便跟着谢老将军一起去了军营。我确实在柴房里做过一个浑身是血的士兵，但我当时并不知道，那个人竟然是名震天下的镇北王。我当时伤得很重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你离开。从那天起，我的心里就住进了一个人。我派人去查你的身份，知道了你是侯府的嫡女，也知道了你和谢兰舟有婚约。可是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段征明苦笑一声，将我抱得更紧。
那时你满心满眼都是谢兰舟，我虽然手握重兵，却不想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。我以为只要他能护你一世周全，我便在暗处守着你也无妨。直到我听说他竟然为了一个青楼与你折辱，那一刻我恨不得立刻带兵冲进谢府，将他碎尸万段。我立刻进宫求陛下赐婚，幸好陛下答应了。宁儿，他捧起我的脸，认真的看着我。我发誓，这辈子绝不会让你受一丝委屈。我都会发生什么身边。我听着他深情的告白，眼眶不禁湿润了。原来，在我为了另一个男人卑微到尘埃里的时候，竟然有一个人将我视若神明，默默守护了这么多年。夫君，以前是我瞎了眼，以后我的眼里只有你。段征明的眼神瞬间变得幽暗。这可是你说的，不许反悔。婚后的日子平静而幸福，段征明果然没有食言，他把所有的温柔和偏爱都给了我。他从不强迫我做任何我不喜欢的事，也从不让我受半点委屈。朝堂上的事，他会耐心的讲给我听；王府的钟馗，他放心的交给我打理。就连我偶尔耍点小脾气，他也会笑着包容我。他会在清晨陪我在院子里看花，会在午后教我写字画画，会在傍晚牵着我的手在王府里散步。他会记得我所有的喜好，会在我生日的时候给我准备惊喜，会在我生病的时候寸步不离的守着我。我渐渐习惯了他的存在，习惯了他的怀抱，习惯了他的温柔。我知道，我终于找到了那个可以托付一生的人。这天午后，我正在院子里晒太阳，春桃匆匆跑了进来，脸上带着一丝复杂的神色。小姐，外面传来消息，关于谢兰舟和玉笛的。我端起桌上的茶盏，轻轻抿了一口。说吧。玉笛偷了谢兰舟最后一点钱，跟一个路过的老光棍跑了。结果没跑多远，就被那个老光棍发现了。老光棍打断了他另一条腿。我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，这是他应得的下场。那谢兰舟呢？谢兰舟发现玉笛跑了之后，就彻底疯了。春桃叹了口气，他整天在街头游荡，逢人便说自己是威风凛凛的大将军，马上就要迎娶侯府千金。我握着茶盏的手指微微一顿，随即又恢复了平静。知道了。春桃看着我，小心翼翼地问：“小姐，您不难过吗？”我摇了摇头。我为什么要难过？他的结局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。从他背叛我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就在这时，段征明从外面走了进来，他脱下身上的披风，递给旁边的丫鬟，然后走到我身边，将我揽入怀中。都过去了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打扰我们了。都过去了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转眼就到了第2年春天，我生下了一个儿子，段征明给他取名叫段成允，希望他能继承我的温柔，也能继承他的果敢。有了孩子之后，段征明更是把我宠上了天。他不仅亲自照顾我坐月子，还学着给孩子换尿布、喂奶。堂堂镇北王，在孩子面前却像个笨手笨脚的新手父亲。看着他抱着程允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我心里也充满了暖意。这天，程允满周岁，王府里摆了周岁宴，朝中的官员们都带着家眷前来祝贺，王府里热闹非凡。宴会上，段征明一直牵着我的手，寸步不离。有人敬酒，他都替我挡了下来。王妃身子弱，不能喝酒，有什么酒都冲我来。众人看着我们恩爱的样子，都纷纷羡慕不已。宴会结束后，段征明抱着熟睡的程允，牵着我的手，慢慢走回主院。月光洒在我们身上，将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紧紧交叠在一起。宁儿，有你和程允在，我才觉得我这一辈子没有白活。我也是。程允周岁宴过后不久，太后便派人传旨，说要在御花园举办家宴，特意点名让我和段征明带着程允一起去。接到旨意的时候，段征明正在书房处理军务，他看完圣旨，眉头微微皱起，眼中闪过一丝不悦。太后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！他将圣旨扔在桌上，我走到他身边，给他揉了揉肩膀。怎么了？太后不是一直都很喜欢你吗？段征明冷笑一声，喜欢？他不过是想利用我罢了。如今我手握重兵，权倾朝野，他早就对我心存忌惮。这次设宴，恐怕是想趁机刺妾牵制我。我心里咯噔一下。刺妾？段征明点了点头。太后有个侄女叫安平郡主，一直对我有意思。太后早就想把她赐给我做侧妾了，只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这次程允周岁，她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他握住我的手，认真地看着我。宁儿，你放心，我绝不会答应的。我这辈子只有你一个妻子。我看着他坚定的眼神，心里安定下来。相信你。
第二天，我们带着程允坐着马车进宫了。马车里，程允睡得正香，我靠在段征明怀里，有些担心地说：“可是太后毕竟是长辈，要是她强行赐婚，怎么办？”段征明嗤笑一声：“强行赐婚，他还没有那个本事。如今大周朝的兵权大半都在我手里，陛下都要让我3分，他一个太后又能奈我何？谁敢逼我做我不喜欢的事，我就让谁付出代价。”马车很快就到了皇宫门口，我们牵着小手走进了御花园。此时的御花园里早已坐满了人，太后坐在主位上，皇帝和皇后坐在旁边，其他的皇室宗亲也都到了。看到我们进来，所有人都站起身行礼。参见镇北王，参见镇北王。段征明微微颔首，牵着我走到距离帝后最近的位置坐下。太后看着我们，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。征明、婉宁，你们来了，快坐，快坐。程允呢？快让哀家看看。乳母抱着程允走到太后面前，太后逗了逗程允，笑得合不拢嘴。这孩子长得真好，像极了征明，以后一定也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寒暄了几句之后，太后的目光落在了站在她身边的一个女子身上。那女子穿着一身粉色的宫装，容貌秀丽，眉眼间带着一丝娇俏，她就是安平郡主。安平郡主的目光从我们进来的那一刻起，就一直粘在段征明身上，眼神里满是爱慕和痴迷。看到太后看向她，他连忙低下头，脸上露出娇羞的神色。我端起桌上的茶盏，轻轻抿了一口，心里了然，果然好戏要开始了。酒过3巡，气氛正酣，安平郡主突然端着一杯酒站起身，款款走到我们桌前。她先是给段征明行了一礼，然后又看向我。听闻镇北王妃近日身子不适，可是照顾小世子太过劳累。我放下茶盏，淡淡地点了点头。有劳郡主挂心，还好。安平郡主咬了咬唇，然后转向太后。太后娘娘，王爷常年征战沙场，为国操劳，身边只有王妃一人伺候，实在辛苦。安平愿入镇北王府，哪怕只是个侧室，也定会好好替王妃分忧，照顾王爷和小世子。此话一出，满座哗然，所有人都停下了手中的筷子，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们这边。安平郡主是太后最疼爱的侄女，身份尊贵，她自降身份要做侧室，这在所有人看来都是天大的面子。段征明没有理由拒绝，太后脸上的笑意更浓了。她看向段征明：“征明，安平这丫头自小仰慕你，心地善良，又知书达理。如今婉宁要照顾世子，你身边确实缺个知冷知热的人，不如哀家做主，将安平赐给你做平妻，如何？”我放下茶盏，瓷器碰撞桌面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身上。段征明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正慢条斯理地剥着一颗葡萄。他将剥好的葡萄喂进我嘴里，这才擦了擦手，看向太后：“臣的后院不缺人。”简单的5个字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霸气。安平郡主脸色瞬间惨白，她急切地开口：“安平什么都不求，只求能留在您身边。我一定会好好伺候您和王妃姐姐的。王妃姐姐宽宏大量，定然容得下安平的。”我听着这似曾相识的论调，觉得十分好笑。安平郡主，你是不是对宽宏大量有什么误解？我江婉宁的东西从来不与人分享，无论是我的丈夫还是我的家，都一样。安平郡主红了眼眶，委屈地看向太后：“太后娘娘，您看王妃姐姐，她怎能如此善妒？”太后眉头紧锁，脸色阴沉下来：“婉宁，你身为当家主母，怎可如此心胸狭隘？征明是国之重臣，多子多福才是正理。你怎么能为了一己之私，阻止王爷纳妾？”段征明猛地站起身，挡在我身前。他周身气压极低，眼神冰冷地扫过安平郡主，吓得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。本王的妻子，轮不到别人来指使画脚。本王此生唯江婉宁一妻。太后若是觉得安平郡主恨嫁，臣倒是有个好去处。北疆苦寒，守将李老将军前些日子刚丧了继室。李老将军为国征战一生，身边也缺个知冷知热的人。安平郡主既有这份体贴人的心思，不如去边关为国分忧。安平郡主吓得瘫倒在地，花容失色。我不要去北疆，太后娘娘救我！太后气得浑身发抖，指着段征明说不出话来。你段征明，你竟敢违抗哀家的旨意！臣不敢。臣只是为了安平君主好，也是为了大周朝好。就在这时，皇帝连忙出来打圆场。母后息怒，
争明与王妃夫妻情深，这是好事。安平年纪还小，婚事以后再议也不迟。太后狠狠地瞪了段征明一眼，终究还是不敢发作。她冷哼一声，拂袖而去，一场闹剧就此收场。从皇宫回来后，段征明怕我心情不好，便提议带我去城外的庄子赏梅。程允就交给如娘照顾，我们2个人去，好好放松一下。我笑着点了点头。第二天一早，我们便坐着马车出发了。城外的庄子坐落在山脚下，庄子里种满了梅花，此时正是梅花盛开的季节，漫山遍野的梅花，香气扑鼻，沁人心脾。我们下了马车，沿着石板路慢慢走着，段征明牵着我的手，一步一步走得很慢。阳光透过梅花的缝隙洒下来，在地上投下斑驳的光影，微风拂过，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，像一场美丽的花雨。还记得5年前吗？我在漠北第一次见到你，你就像个仙女一样出现在我面前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笑着说：“我当时还以为你只是个普通的受伤士兵呢。”是啊，如果我当时告诉你我是镇北王，你会不会吓得跑掉？可能会吧。我故作认真地说：“毕竟当时大家说镇北王是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。”段征明捏了捏我的脸：“那现在呢？你还觉得我是活阎王吗？”现在啊，你是我的夫君，是程宇的爹爹，是全世界最好的人。段征明的眼神瞬间变得温柔，他将我紧紧抱在怀里。谢谢你，谢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。以前我活着的意义就是镇守北疆，保卫大周朝，现在我活着的意义就是守护你和程宇。我会用我的一生来爱你，护你，让你永远幸福快乐。听着他深情的告白，心里充满了幸福。夫君，我也爱你，一生一世，永不分离。梅花在我们身边纷纷飘落，香气弥漫在空气中，阳光正好，微风不燥，岁月静好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这便是最好的结局。